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35.80，收盘价是248.23，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1.84，最低价是在233.09。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56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1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转向下后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在233，也就是下方缺口的这个位置是遇到了支撑，然后在盘中出现了反转向上，然后呢重新站上了10日均线值，然后继续向上，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最高点的附近。对，那同时呢也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那这样的 K 线说明股价是在盘内就出现了反弹，并且呢，当日的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虽然它对于前一个交易日是大幅的量缩，但是我们会看到对之前我们说这根十字线或者在之前的成交量呢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说明在这个地方股价在盘中出现继续下行的时候是遇到了支撑，也就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然后呢把股价拉回到前低的上方。那么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上方呢是也是留有相对较长的上影线的。那么也就是说上方实际上也是在5日均线值这个地方是遇到了压力。那么股价日后我们说这是一根带量的反弹的 K 线，那日后股价将会继续反弹，但是呢继续反弹的条件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能够站上5日均线值。那如果次日股价的收盘价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进一步的反弹。对，那否则，例如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无论是高开盘还是低开盘，股价在5日均线值遇到了压力而不能突破，那么一旦出现反转向下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继续回档的，或者至少会在这根绿 K 的最高和它的最低之间进行横盘。对，所以我们说股价日后能否反弹，我们要看是否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当然我们在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反弹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5日均线值，其实5日均线值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根红 K 实体的中线，这是一个强压力。对，那么再向上的压力，这个实体的上沿，也就是在263附近，这也是一个强压力。当然再向上也就是这一波反弹的目标就是271，要重新站上，要收复这个反转向下的 K 线。所以我们说目前股价反弹的压力呢，除了5日均线值，还有这个也就是在252到253之间，
还有上方的263，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反弹的强压力，也就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之，还有一个263是个关键位置。同时我们也说，这个前高265也是一个重要压力，因为目前我们说股价虽然有2根 K 线、3根 K 线啊，都是突破了这个265，但是收盘价是没有站上过它的，所以股价反弹啊，我们认为一旦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在265这个位置，还将会遇到一个压力。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收盘价会在235附近。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45，在这个位置。另一个位置呢是在253附近，对，是在也就是在5日均线值附近，对。那实际在7月12日收盘价是在248.23，那正好是在我们预测的这两个点位的中间。实际上我们预测的这个两个点位啊，它的性质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都是在前低和10日均线值的上方，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那么实际收盘的点位和我们预测的这个反弹的收盘价的点位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呢，我们说当日在盘中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当然，虽然我们预测的这个开盘啊是不可以低于前低的，实际是一个大幅的跳空的低开盘。那么对，在盘中是出现了反弹。我们说的走势相同啊，就是说上方最高是在250附近是遇到的压力，也仅仅是这个走势相同。但是呢，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对，我们所谓预测就是说走势相同呢，就是我们之前也预测250将是一个强压力。对，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预测，我们也仅仅能够说是出现反弹的这个也仅仅是方向相同。对，开盘的走势和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还是非常大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对前一个交易日前一期视频对7月12日股价的预测的一个复盘。那么我们再来看日后股价的走势。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说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在盘中是出现了一个已经出现了反弹，说日后这是一个带量的反弹，所以日后啊，我们说股价一定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那对于7月1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啊，股价如果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不变，还是271。对于目前的股价，这是前高，站上这个位置就是要恢复自6月11日以来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当然也是恢复这个自4月22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我们会看到上方有头高，下方有底高，所以目前股价上行就是再次出现新高，而继续延续这样一个多头趋势。那在到达271之前，目前5日均线值在253附近，也是前高的这个位置，前一日 K 线最高的这个位置这个当然还有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263、265，这都是股价上行的压力，也就是到达271之前啊，这几个压力点是还是比较强的。
好，那么271如果被站上，将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依然是299，也就是300关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我们说股价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并且呢还能瓦解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也就是这个位置所建立的空头趋势。对，那么也就是站上300关口将会瓦解这个空头趋势，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向上。好，那第三个目标就是214，对，这仅仅是一个压力位。好，那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一个说明。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目前下行，那下行的条件就是我们说是继续反弹的条件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下行呢，实际上只要股价不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我们认为它是很有可能会继续回档的。那股价现在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不变，依然也是177，还是177，也就是自6月11日以来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的第一个底。第二个底，这是第一底高，对。那么跌破这个位置就是瓦解自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到达177之前是有很多的支撑位的，比如说这两个缺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趋势线，这条趋势线是我们保留的，这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两个低点建立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我们说这一波涨幅已经突破了它，我们保留它的目的就是股价在出现回档的时候，这条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 K 线的焦点会成为支撑。那我们会看到，除了这条趋势线以外，20日均线值将是强支撑。那么到了7月15日，我们测算20日均线值正好是到达这个缺口的上沿，也和这条我们刚刚描述的这条趋势线重合，是在217附近。那这个位置呢，我们认为一定是一个强支撑的。好，那股价如果回档，现在在到达177之前，20日均线值、趋势线还有这缺口都是支撑。当然，现在的一个比较强的支撑，我们认为是这根反弹的 K 线，它的最低也就是233，是目前股价如果回档的强支撑。好，那177如果被跌破，第二个目标依然是168，那将会瓦解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瓦解了这个多头趋势，股价的目标就是要去到139。跌破139的目的，我们会看到就是要恢复这个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这个空头趋势一恢复呢，那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102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在7月1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呢是这根反转向下的这根K 线红 K， 那么它的最低也就是在240附近，这是之前也就是在7月1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么股价在它的上方运行才会有可能收高好，那么到了7月15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就是我们要关注252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么它正好和5日均线值重合，我们调整至水平线到这个位置。关注它的目的就是股价在7月15日如果能够在前高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否则如果在252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出现回档，或者至少会
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所以这是我们关注252的理由。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好，我们先去除辅助线来看看K 线信息。那我们会看到，在7月8日当周啊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和长下影线的一个小绿 K 线，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十字线，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天剑线。对，那么出现这样一根 K 线啊，我们会看到成交量是较前一个交易周是量增，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说明在当周啊上方是有压力的，或者是有相当一部分多单是获利出场的。还有一个就是上方在271这个地方是有空头空单要守的位置，就是把股价压回到前一个交易周这根 K 线最高的下方。对，那么我们说价跌量涨，然后出现这样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从 K 线上信息来说，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是要继续回档的。那继续回档的支撑就是这根十字线的最低，也就是在233这个位置。那股价在盘中或者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如果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33，那么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对，这是所以这是我们说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那出现这样一根 K 线，股价有没有继续上行呢？股价继续上行呢，的条件就是要突破271，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么站上这根 K 线最高啊，实际上我们指的是收盘价。那出现这样抱有大的成交量的 K 线，一旦站上它们的最高，我们说叫换手成功。那从周 K 线图来说，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涨的可能。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也就是从这根 K 线来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好，我们调出辅助线。那我们来回忆一下前一期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的时候说，在7月8日当周的股价上行，收盘价会收在260附近，如果出现下行会收盘价在235附近。那实际在当周我们会看到它分别都是突破了我们说的这两个位置，然后周中我们关注的是250收盘252这个位置。对，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当周是出现了大幅的震荡，最后是收在了前低的下方。那么我们说调出辅助线之后，其实我们会看到股价目前如果继续回档的话，5均值将是支撑。周 K 线图的5均值我们来给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测算是在221到228之间。对，也就是在这个区域，实际上也就是在7月1日当周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227，实际也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给出过225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说股价目前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出现回档，在周 K 线图上来说228，我们取5均值的上限228这个位置将会是一个支撑。还有一个就是到
当周 K 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实际上它和我们日 K 线图那根趋势线是一样的，但是会有一些误差。那么它的焦点呢是在221附近，实际上是5均值的下沿。那我们说5均值将会是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一个支撑，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那么股价才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如果这个位置能够支撑住股价，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甚至或者说是这个在这个区域先暂时进行横盘。好，那么这是我们又对这个 K 线信息结合辅助线又做出了一些解读。然后呢，我们现在给出7月15日当周我们说的目标位。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如果是出现反弹，我们给出的收盘价的位置依然是260这个位置。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出现反弹呢，我们认为收盘价不会超过前高。对，我们不排除会出现新高，然后回到260这个位置。所以这是我们判断股价如果在当周上涨，我们认为是收在260附近。如果股价出现了回档，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25附近，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225。也就是一旦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5均值将会成为支撑，这条下行趋势线也会成为支撑，那么股价的收盘价会在225附近。好，那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就是这根十字线或者叫天剑线，这根 K 线的最低233。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只有不跌破这个位置，才有继续反弹的可能，否则股价将会进入一个深度的回档。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周 K 线周 K 线信息的一个解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回到日 K 线图，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之前是有一个55%的多头仓位，成本价是在214，在这个位置。对，然后呢，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那么在7月11日新生成的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仓位很有可能是在这个位置已经停利出场。那么对于这个仓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之前我们给出的是在211这个位置，就是守20日均线值。如果在这个仓位在7月11日这个位置没有停利出场，那么到了7月12日，这个仓位仍然是持有的。我们想补充说明一下，对于我们说的这个多头仓位呢，我们说在停利出场之后，我们还会继续跟踪这样的一个仓位，直到被止损出场，或者有可能又重新继续加仓做多。对，我们是这样来来描述的。好，那么这个55%的多头仓位如果没有获利出场，那到了7月12日，收盘价是在248.23这个位置，对于这个仓位，我们认为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目前这个股价虽然出现了反弹，但是呢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所以说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又是量缩，所以这样的条件是不具备在这个地方继续加仓的，甚至也不具备在这个位置，比如说在前一个交易日，如果这个仓位都出场了，已经获利出场了，那么想在这个想继续进场，那么在7月12日收盘价这个位置也是不可以进场的，也就是不可以在这个位置进场抢反弹。虽然它在日内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
但是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股价是随时可能出现继续反转向下的，所以在技术上，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好，那么这55%的多头仓位，那么到了7月15日，我们先给出止损位，我们依然守20均线值，我们守217。好，那么这个仓位之前没有出场，说在这个位置也没有加仓，那么到了7月15日，我们给的止损位是217。那它还有利润，那对于这个仓位，如果想要停利的话，那么可以，我们说的是到7月15日收盘之后，停利我们可以守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233，也就是股价如果继续出现回档，那么这个仓位成本是在214，一旦股价再跌破233，那么这个仓位应该是要停利出场的，因为还要保证一部分的利润嘛，就是所以对于这个之前没有停利出场的，到7月15日，我们停利的位置给的是233，我们止损的位置给的是217。好，这个多头仓位我们就描述完了。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说在我们刚其实已经说了，再补充说明。那么如果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这根红 K 跌破了5日均线值，但是并没有获利出场，一直持有到了7月12日收盘这个位置是在248.23这个位置。现在说是不是可以停利出场？那么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因为它还是在5日均线值下方嘛，如果我们延续之前的获利的位置，说股价出现反弹了，我也不想继续再持有了，想获利出场，那么这个位置也是可以获利出场的。假如在这个位置不想获利出场，我们想这个继续等待加仓想博取更大的一个利润，那么我们刚刚说了，如果股价日后跌破233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仓位应该继续，也就是说应该即刻停利出场，还有一定的利润在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把这个可能也补充说明了，就是之前没有获利出场，在这个位置是否可以获利出场，我们也再次说明了。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仓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空头。空头目前的目标是这根绿 K 的最低233和下方的217，这是它的目标。它要守的位置，那就是5日均线值252，也就是还有这根 K 线最高252，一直到271，这个区域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所以目前股价出现这样一根红 K 之后再继续反弹，我们说上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样的一根红 K 给空头增添了信心。对，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位置会有空单继续布局，而不允许股价突破265。对，也就是之前我们提到一直没有突破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点一直没有收盘价，一直没有站上它。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空头。好，那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就是这些。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1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前高我们测算5日均线值是在252到253之间。第二个压力位是271，第三个压力位是上方的这个缺口281到290，第四个压力位是299。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
是1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从245到246之间。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也就是前低，这个233到231，其中233是强支撑。然后第三个支撑是217，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在盘中股价会回踩到246，上方最高会到达258，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254附近。那254我们测算是在7月15日，收盘价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出现这样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继续反弹。对，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52，最低下方会到达242，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46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预测的这两个可能啊，我们认为在周一的时候股价不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要不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还有一个就是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横盘向下。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